在公认的军力排行榜当中，日本已成功超越了英法，位居世界第5。2023年度，日本防务费用为 6.8 万亿日元，自卫队规模达到了25万人，加上30万预备役，作战人员共约55万。因日本普遍实行的士官制，所以自卫队战时可以参战的人数将达到400万人。据香港亚洲时报网站5月22日的报道，就在今年3月份，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和三菱重工业与日本海事联合公司分别签署了一份取代最上级护卫舰的新舰艇合同。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整体实力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的提升。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最上级不是2022年才正式服役的吗？而且还号称是一身高科技集成的产物，怎么说退役就退役了呢？在这儿，火力军首先要说明一下，最上级护卫舰并不是退役。海上自卫队最初的计划是5年内生产并投入装备22艘最上级护卫舰，今年计划有所调整了，变成每年产出2艘，到2026年之后就不再生产了。也就是说，加上已经服役的4艘，总体数量比计划减少了整整1半。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给新一级别的护卫舰让路。除此之外呢，最上级虽然有很多优点，咱们之前也专门介绍过，但是最上级本身其实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就是攻击性武器的配置，无论是首舰最上号还是后面的熊野号，能称得上武器的只有一门127毫米舰炮，以及机库上的海拉姆近防系统，什么2单元16坑位的 MK41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8连装的 MHI-17型反舰导弹倾斜发射装置，鱼雷发射器等等，这些通通都缺装。特别是 MK41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如果要增加坑位，还得重新割开甲板，所以当它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很多军迷都被它光秃秃的脑袋给闪得眼前一亮。其实这些武器系统都是现成的，但是为什么最上级都服役了，还没有全部安装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预算超标。最上级排水量为3900吨，满载排水量5500吨，这个排水量在同类舰当中算是中等靠上了。可是它的造价仅只有 4.36 亿美金，这在军舰造价普遍居高不下的今天，可以说是节省到家了。尽管如此廉价，可是对于日本整体有限的军备支出来说，还是显得有些奢侈。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之前咱们所说的那些系统，大部分都是从美国采购的，美国供应商的报价以及子系统的采购价格加在一起，比新造一艘护卫舰都要高。如果把这些都装齐了，那最上级的综合成本估计最少还要再翻一番。这个时候再加上自卫队一口气造22艘最上级的大手笔，折合下来就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了。另外，在雷达电子系统方面，最上级护卫舰因为它独特的外观设计，就连雷达都是洋顶天的集成桅杆。虽然称得上的是高度隐身，但是白色球体的美军卫星通信系统和灰色球体的日资卫星通信都没办法集成进去，这对于一向追求完美、追求工匠精神的日本制造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更奇葩的是，最上级的机库宽敞的机库门口竟然立着2根柱子，难道这是承重柱吗？实际上这算是海自的一个传统了。日本很多军舰机库门上都立有类似的柱子，看起来碍事，其实是可以折叠或者向上升起的，一打开宽敞了。比如这个还有这个，这就装得有点过分了。不过最上级的机库门立柱是无法折叠或者向上升起的。根据其他的照片显示，这2根立柱是可以向两侧平移的，甲板上应该也有轨道，看起来呢就像几十年前商店大门的木门板一样，可以一根根拆掉的。那么这个设计到底是作何用途呢？火力军实在是猜不透，如果有谁知道，可以在评论区解释一下。总体而言，不管日本自卫队以什么原因选择替换掉最上级，都不能否认，风格与以往舰种完全不同的最上级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首先，它的综合能力没得说，引领了各国新一代护卫舰发展的潮流。目前最上级已经服役了4艘，还有6艘预计在明年年初到2026年之间完成下水。从之前2年服役4艘的效率来看，在2026年完成10艘的目标，问题应该不大。
以此类推啊，全新升级的新型舰艇应该很快也会和大家见面。但是这次升级究竟能达到什么标准，或者说新护卫舰会是什么样子，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既然是升级，肯定是往好里改，性能、外形、用途等等方面应该都会全面超越最上级系列。除了咱们讲到的升级武器系统，火力军认为新护卫舰一定会奔着自动化的方向设计。就拿最上级来说，全舰定员只有90个人，比秋月型和朝日型少了整整60%的人员配比。那么新战舰大概率也会延续精简人员配置的路线，只会少不会多。这么做有2个好处，精打细算省工资是一方面，主要是让舰艇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在这方面，日本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从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就开始建设自动化指挥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建成了功能完善的防卫厅中央指挥中心和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 C3I 系统。在这种高效的半自动指挥系统下，最上号护卫舰的整个 CIC 环绕式作战指挥中心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其他护卫舰上10几个人才能完成的协同操作。不仅如此，人少之后流程更简化了，使得护卫舰运行时的整体效率有了大幅的提升。可以说 CIC 才是最上级的核心战斗力。试想一下，如果新的护卫舰在此基础上进行升级的话，那么想必一定会将新战舰的人员精简到极致的地步。这样的话，就能解决自卫队新兵严重不足这个棘手的问题了。根据资料显示，2022年一年，自卫队新兵入伍人数仅只有4300人，连预计招募人数的一半都不到。之前最上级就是因为人力严重短缺，限制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受训人员的数量，所以他才不得不承担一些原本需要分配给大型驱逐舰的任务。这就导致最上号看起来能力有限，水平一般。其实呢，如果仅仅把它定义为护卫舰来看，还能认为它的能力一般吗？人员紧缺的问题以后肯定还在，除了精简人员，让军备更加自动化之外，日本自卫队目前还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火力军猜测，这一次战舰升级，海自作战部大概率又会整出一套高效的全员协作系统。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除了人，最不缺的就是核心技术和生产力。所以日本制造出任何高精尖的护卫舰，大家应该都不会感到意外。但是缺人这个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所以这就迫使日本自卫队不得不精简人员，简化流程。至于人少了之后效率反而提升这个结果，可能之前谁也没有提前预料到，完全就是意外收获。只是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大家说有没有可能新的护卫舰一个人就够了呢？